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每次都笑一笑，说我不是看出来的，我只是没有闭上眼睛。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所有人都在抢楼，我的朋友、我的对手、街上卖鱼蛋的老伯，每个人都觉得房子是不会跌的。银行乐意贷款，政府乐意批地，媒体每天都在说再不买就追不上了。我当时也持有大量地产资产，但就在那一年，我开始悄悄减仓。没有人理解我，有人说我老糊涂了，有人说我不爱香港了，有人说我把钱搬去英国是不忠诚。后来发生了什么，你们都知道。金融风暴来临，香港楼市跌去了6-7成。那些追不上就亏了的人被套在山顶上，看着资产一点点蒸发，动弹不得。我不是预言家，我只是在太阳最高的那一刻想到了夜晚会来。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这句话是我14岁在茶馆端茶的时候从一位老茶客那里听来的。他那天说完这句话，把茶杯放下，走出了门。我站在原地愣了很久。我那时不知道这句话有多重，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波动了。直到几十年后，我经历了无数次的潮起潮落，才真正明白这8个字的重量。现在我想对那些在中国内地手握2套房产的家庭说同样的话，不是要吓你，是因为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在最好的时候以为会永远好下去，等风向变了才发现脚下没有退路。我不是要你后悔当年买了房，买房本身没有错，人需要居住，需要安全感，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是人性，也是天理。但是当1套房变成2套，2套变成3套，当房产不再是家，而是变成了一种赌注，那时候你需要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明天这个赌局的规则改变了，我还有多少筹码可以走出这张桌子？我这辈子做生意有一条原则从未改变，永远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只能赢不能输的处境，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投资是只能赢的。中国的房地产在过去20年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神话之一，无数普通家庭靠着1-2套房产实现了阶层跨越，这是真实的。我从不否认这个事实，也深深尊重那些在对的时机做出了对的选择的人。但我同样清楚地知道，神话都有终章，不是因为我悲观，是因为我见过的神话已经够多了。现在我想认真地告诉你，手握2套房的家庭正在走向3个结果，不是恐吓，是推演，是我用70年的生意眼光对这盘棋局的一次坦诚解读。我先说第一个结果，也是最多人已经开始切身感受到的，手中多余的房产可能再也变不了现。有人会说，怎么可能？只要价格够低，总有人买的。这话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对的，但是人不是经济学模型。让我给你描述一个场景：一位父亲2费15年在某个2线城市花了580万买下一套学区房。那一年他咬紧牙关，用了自己半辈子的积蓄，加上从父母那里借来的钱，又从银行贷了款。他心里想的是，这套房是给孩子读书用的，将来也是留给孩子的资产。时间走到今天，他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那套房现在挂在中介平台上，标价320万，挂了8个月，没有一个客户成交。不是没有人看，是看的人都在等，等它再跌一点，等市场再明朗一点，等政策再清晰一点，所有人都在等，于是没有人在买。这不是个例，这是今天中国大量2手房市场的真实状态。我在香港经历过类似的时刻。1974年股市崩盘，地产随之暴跌。那时候我手里有一批物业，理论上是有价值的，但市场上根本找不到买家。那种感觉不是恐慌，
是一种更深层的无力。你明明拥有东西，却无法将它转化成你需要的流动性。有一句话，很多人学了财务，却没有真正理解，资产和现金不是同一回事。房子是资产，但它不是现金，它需要一个愿意接盘的买家，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需要一套可执行的交易机制，它才能变成现金。当这3个条件同时出现缺口，再贵的资产也只是纸上的数字。你拿着纸上的数字，能交房贷吗？能付孩子的学费吗？能应对突然来临的病痛吗？流动性才是真正的安全感。资产的数字只是你安全感的幻觉。普通的投资者看的是价格。我年轻时候看的也是价格，但后来我学会了看流动性。一件东西不管它有多值钱，如果我在需要的时候无法把它变成我需要的东西，那它对我而言的实际价值就是零。现在中国内地的二手房市场流动性正在系统性的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口结构在变化，出生率下降，意味着未来的购房需求在萎缩。这不是悲观，这是人口统计学，是最慢但最确定的力量之一。城镇化率已经接近高位。过去20年，中国最大的房地产红利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这个迁移的速度正在放缓，不可逆转的放缓。还有一点，很多人不愿意正视，年轻一代对房产的态度已经悄悄改变了。20年前，买房是年轻人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之一。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问我，为什么一定要背30年贷款？我为什么不能租房生活？为什么要用我大半辈子的时间和精力去供一套可能会贬值的混凝土盒子？当需求端在萎缩，供给端还在增加，价格会怎么走？这道题不需要我来回答。有些事，当所有人都开始看见的时候，往往已经过了最好的时机。我想对手握2套房的朋友说，不要在等待中麻痹自己，等一等，说不定还会涨。这句话在过去20年里每次都是对的，但是让一件事过去发生，不代表它未来还会一直发生。我做生意有一个判断原则，当一个趋势的底层逻辑已经改变，不要再用旧逻辑去预测未来。人口在减少，年轻人在观望，流动性在下降，这3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就是底层逻辑已经改变的信号。第2个结果比第1个更隐蔽，也更危险，因为它是缓慢发生的。房产税可能真的要来了。我知道每年都有人说房产税要来了，说了10几20年，大家已经听麻木了，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说多了就不信了。我理解这种心理，但是我想提醒你，大多数人对狼来了的故事记住的是说谎的孩子，却忘了故事的结局，狼最终还是来了。为什么我判断房产税迟早会落地？不是因为我有内部消息，是因为逻辑。任何一个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的时候，都会寻找新的税源。房产税是全球大多数成熟经济体早已实施的制度，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无不如此。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这是财政管理的基本逻辑。而房产作为中国家庭资产中占比最高的部分，有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房产占比高达约70%，是最自然的税基。当一个国家需要钱，当传统税源增长放缓，它会往哪里找？答案不需要推理，只需要观察。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判断，但是请你认真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房产税在未来5年内落地，你的财务状况会怎样？一套自住房可能影响有限，但2套、3套呢？以一套市值300万的房产为例，如果税率是年化1%，每年就是3万元，听起来不多。但如果这套房
每月的租金收益只有3000到4000元，每年36000到48000，扣掉税，扣掉物业费、维修费，实际收益可能趋近于0。一个不能产生净现金流的资产，不是资产，是负担。有人会说，我可以出租啊，这话在表面上是对的，但现实是租房市场同样在承压。我注意到深圳、上海等城市，政府已经开始推出大规模的统租房政府集中运营的租赁住房和人才公寓，针对毕业生的补贴性租赁住房。这些政策的本意是为了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是善意的。但对于手握多套房产、靠出租获利的普通家庭来说，这些政策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租房市场上多了大量低价的有政府背书的竞争者。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以低于市场价30%的租金住进配套设施齐全的人才公寓，他为什么还要花高价去租一套没有任何补贴的私人住宅？市场的规则不会为你例外，你提供的必须比竞争对手更有价值。我年轻时候在塑料花厂做工，我发现同样是做塑料花，有的人做出来的花颜色更鲜艳，形态更逼真，客户愿意多付钱；有的人做出来的花和普通货没有两样，最终只能打价格战，越卖越便宜，越便宜越难活。房产出租今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政府的统租房、人才公寓在价格上形成系统性竞争优势，私人出租的普通住宅要靠什么赢？靠地段、靠装修、靠服务，也许可以，但这需要持续的投入，需要管理的精力，需要应对政策变化的弹性。这对于手握2套房，本以为可以躺着收租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命题。躺着赚钱的时代从来都不会永远持续。我在最辉煌的时候，从不允许自己真正躺下，不是因为我贪婪，是因为我知道，当你躺着的时候，世界是不会停下来等你的。持有房产的成本，未来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叠加上升，房产税、空置税的政策预期，租金收益的系统性压缩，物业维护和管理成本的上涨，以及流动性下降带来的机会成本。这些成本单独看，每一个都还在可承受范围内，但是当它们同时作用在一个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压力就会完全不同。有一种东西叫做复合成本，就像复利是财富增长的引擎，复合成本是财富侵蚀的刀。它不急，它慢，但它每天都在切。一把温水里的刀比一场风暴更危险，因为你感受不到它在切的时候，它已经切得很深了。第3个结果是我认为最值得深思的，也是最少被人谈到的，不是因为它隐蔽，而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人们不愿意正视的东西。我们对财富的定义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手握2套房的家庭，表面上看是拥有财富的家庭，账面上可能有几百万、上千万的资产，这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个家庭90%以上的资产都锁在无法流动的房产里，他真的是富有的吗？我认识一位朋友，他在内地某省会城市拥有2套房产，总价值约800万，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约12000，2套房里，1套自住，1套出租，租金约2800。他觉得自己是有资产的人，是有安全感的人。然后有一天，他的孩子需要出国留学，一次性需要支付50万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发现他拿不出来，他的800万全部在混凝土里。他去银行用房子做抵押贷款，银行给他批了，利率是4.5%，他付出了真实的利息成本去动用那800万里的一小部分。你以为你拥有资产，其实资产拥有你。这句话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年轻时候，我曾经把所有的钱
都压注在一门生意上，以为那就是全力以赴。后来我逐渐明白，一个人的抗风险能力不来自于他在某一件事上投入了多少，而来自于他在任何时候还有多少余地。余地就是流动性，流动性就是现金，或者可以快速变现的资产。香港的有钱人有一个共识，永远不要让现金占比低于总资产的2成，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其他投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危机来临时手里没有现金的人不是在投资，是在赌博。赌博和投资的区别是什么？投资是在你输得起的范围内，把钱放在有逻辑支撑的地方，然后等待赌博是把你输不起的钱压注在一个你无法控制结果的地方。对于许多手握2套房，全部身家都在房产里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赌博，不是投资。不是因为他们坏，不是因为他们贪，而是因为资产结构的失衡把他们带到了一个脆弱的位置。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在任何时候有多少选择的自由。我年轻时候最穷的时候，父亲刚去世，家里一无所有，我去茶馆端茶，不是因为我喜欢端茶，是因为我没有选择，那种没有选择的滋味是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再品尝的东西。后来我有了第一桶金，有了第一套物业，有了第一家工厂，每一次我都没有把所有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不是因为我高明，是因为我怕。我怕回到那个没有选择的处境，这种怕成了我最好的老师。一个真正懂得财富的人，不是追逐财富的人，是让自己永远有退路的人。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手握2套房的家庭，我的建议不是赶快卖，也不是继续持有，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没有人可以给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我能告诉你的是一个检验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明天失去了工作，或者面临一笔预期外的大额支出，你能在不出售房产的情况下维持正常生活多长时间？6个月、1年、3年？如果答案让你不安，那么你需要重新审视你的资产结构。不是因为世界要崩塌，而是因为抗风险能力才是一个家庭真正的财富底线。说了这么多风险，我想换一个角度，说一些人的故事，不是为了渲染悲剧，而是因为我相信最好的教育来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1958年，我29岁，刚刚创办了长江实业。那一年，我在香港北角买下了一块地，开始建楼。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房产投资，不是买来住的，是买来建然后卖的。我当时的判断很简单，香港的人口在增长，土地有限，居住需求会持续上升，这个逻辑在当时是清晰的。但是我也做了一件很多同行没有做的事，我保留了充足的现金储备，从不把所有资金都压进地产开发。即便在最好的年景，我的手里始终有一笔准备应对最坏情况的现金。有人嘲笑我保守，我告诉他们，在生意场上，保守不是弱点，保守是让你活到下一个机会的能力。后来1967年，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社会动荡，当时市场极度恐慌，大量物业被抛售，价格跌到地板，很多人倾家荡产逃离香港。我做了什么？我买入，不是因为我不怕，是因为我早就准备好了这把伞。在所有人恐慌的时候，我手里有钱，我有选择。而那些把所有钱都压进楼里的人，在那一刻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市场崩溃时，手里有现金的人不是在受难，是在购物。这不是我的独创，这是所有真正经历过多次经济周期的投资者最终都会到达的共识。因为这不是理论，这是被现实反复验证过的生存法则。说回房产的话题，
我想说的是，房产本身没有原罪，房产是一种资产，是一种工具，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关键是你如何使用它，以及你是否理解它的局限性。一把斧头可以砍柴，可以建房，也可以伤人。同样是斧头，用法不同，结果天壤之别。房产亦然，自住的房产给你安全感，给你家庭的根，这是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从不鼓励任何人不买自住的房产，哪怕要借钱，哪怕要辛苦，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是一个人尊严的基础。但是当第二套、第三套房产已经不是家，而是赌注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它。作为赌注的房产，需要回答的问题和家是不同的。它需要回答它能产生多少净现金流，它的流动性如何，持有它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它在整体资产结构中占比是否合理，它对应的风险是否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些问题听起来冰冷，甚至有点无情，但是生意就是这样的。生意从来不会因为你对它有感情，就对你手下留情。你可以爱你的房子，但不要爱到忘记了它只是一件物品。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买房不只是为了钱，是为了给孩子留点东西，是为了让父母安心，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我完全理解这种情感，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但是我想轻轻地问一句，如果那套房子最终给孩子留下的是负担，而不是资产呢？如果父母的安心是建立在一个越来越脆弱的资产结构上的，那这份安心值得吗？真正的爱是给他们真实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不是给他们一个可能会下沉的锚。我不是来宣判的，我是来分享的。在这里我想谈一些实际的思考框架，而不是喊口号。首先，我想重申一件事，时机永远是最难的变量。没有人能精确的预测房价会在哪一年跌多少，我也做不到。任何声称自己能精确预测的人，要么是在说谎，要么是在卖东西给你。我能做的是分辨趋势的方向和底层逻辑。方向和时机不同，我可以看清楚方向，但我无法告诉你明天还是后天趋势的方向比时机更重要。因为错判趋势是致命的，晚一点行动只是代价更高一些。基于这个原则，我想给手握2套房产的家庭提供几个思考维度。第一，审视你的流动性。今天你的现金和可快速变现的资产占你总资产的比例是多少？如果这个比例低于15%到20%，无论你的总资产有多高，你的财务结构都是脆弱的，不是危言耸听，是财务管理的基本常识。做一个简单的压力测试，假设你的2套房都无法出租，也无法出售，而你明天失去了工作，你能支撑多久？如果答案令你不安，行动的时机比你想象的更紧迫。第二，区分刚需和投资。自住的那套房是刚需资产，不需要用投资逻辑来衡量。但第2套，你需要诚实地问自己，它现在的回报合理吗？它的租金收益率扣除所有成本后，比无风险的金融资产更高吗？如果它现在已经是负现金流的资产，你持有它的唯一逻辑是等待升值，而等待升值需要你相信需求会增加，或者供给会减少。这2个条件在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你有多大的信心？第三，理解卖在高点是幻觉。很多人想等到高点再卖，我理解这个心理，但是没有人知道高点在哪里。而在一个流动性持续下降的市场里，等到更好的时机再卖，可能会演变成越等越难卖。我在生意上从不追求卖在最高点，也从不追求买在最低点。我的原则是买在逻辑成立的时候，卖在逻辑开始动摇的时候。
不要等到逻辑完全崩塌才行动，因为那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第四，不要把所有决定压在一个时间点上。如果你持有2套房，并且认为其中1套的逻辑已经开始动摇，你不需要明天就把它卖掉，你可以分步骤来，先建立流动性缓冲，再评估出售的时机，再考虑替代的资产配置方式。大多数财务上的错误，不是来自于做了错误的决定，而是来自于在错误的时间，带着错误的情绪做了仓促的决定。慢不是错，急才是。我年轻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不是如何抓住机会，而是如何在面对压力时依然保持清醒。清醒比聪明更值钱，聪明是天赋，清醒是修炼。第五，和比你更了解这件事的人谈谈，这不是废话。我这一生遇到重要的决策，一定会找比我更了解这件事的人谈一谈，不是为了让他们替我做决定，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的逻辑有没有明显的盲点。每个人都有认知的边界，在你的认知边界之外，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承认这一点不是软弱，是智慧。有人觉得找别人谈是暴露自己的软弱和焦虑，我倒觉得最软弱的人是那些因为怕暴露自己的无知而拒绝学习的人。越是怕被看见自己不懂，越是学不了任何东西。我快说完了，但在结束之前，我想说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不是关于房产，是关于一个人面对财富时究竟在追求什么。我认识太多有钱的人过得并不快乐，不是因为钱不够，而是因为他们的整个人生都被保住资产这件事所绑架。他们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是：我的房子今天跌了没有？我的股票今天怎么样？我的钱还在不在？这种生活，我不觉得是财富，我觉得是囚禁。真正的财富是你可以不再为钱担心，而不是你拥有了很多钱，但每天都在担心。这2件事是完全不同的。我自己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被钱绑架。早年创业，随时都有可能失败，随时都有可能从头再来。那种焦虑是切实的，是日日夜夜都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产结构越来越稳健，随着现金流越来越充足，我慢慢找到了一种安静。不是因为我再也不会有风险，而是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有能力应对，或者都有能力从头再来。这种无论如何都能应对的感觉，才是真正的安全感。它不来自于账户里有多少数字，而来自于你的能力、你的人脉、你的判断力和你的内心的稳定。这些东西房子给不了你，房子只能给你居住的空间，给你情感的寄托，给你某种程度的资产积累。但是你内心深处的安全感，必须靠你自己建立，靠你对世界的理解，靠你对自己的信任。我这一生中最深的遗憾，不是哪一笔生意没做，也不是哪一块土地没买，是我的妻子庄月明。她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离开了。那一年她才52岁。我们一起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但就在一切已经到来的时候，她走了。那段时间，我第一次真正的理解了，所有的钱、所有的房子、所有的公司都没有他在的那个家来得更值钱。你以为在追逐财富，其实你在追逐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叫做安心。而给你安心的，从来不只是物质。我不是要你放弃追求财富，我是要你搞清楚，你追求的究竟是财富本身，还是财富背后那种安心的感觉。如果是后者，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更直接的走向那个感觉？有时候少一套房，多一份现金流，多一点时间陪家人，多一点心理余地，可能比账面上多几百万更接近你真正想要的生活。这只是我的经验，我不保证这是对的，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供你参考。
一个人最大的财富是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自己选择怎么活。我常常想到那位老茶客，他说了那8个字，把杯子放下，走出了茶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后来的命运，但那8个字跟了我一辈子。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这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这是一种平衡感，一种在任何处境里都不会失去方向的内心稳定。房产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如何面对变化的问题。世界一直在变，每一代人都以为自己那个时代的逻辑会永远持续，每一代人都经历过原来以为不会变，结果还是变了的时刻。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资产不是，趋势不是，政策不是，甚至连土地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唯一持续存在的是变化本身，而面对变化，最好的武器不是预测，是弹性。弹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没有把所有的筹码压在同一个地方，来自于你在顺境的时候没有忘记为逆境做准备，来自于你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并且永远不去突破那条线。我今年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了，我经历过战乱，经历过贫穷，经历过丧妻，经历过香港的起起落落，经历过全球市场的风风雨雨。我不是来这里给你上课的，我只是一个活得比较长的人，见过的事情比较多，想把一些东西说出来供你参考。至于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事，你的家庭，你的资产，你的选择，最终都要由你自己来承担。没有人可以替你做这个决定，也没有人应该替你做这个决定。我唯一希望的是你在做决定之前是清醒的，清醒地看清楚现在的处境，清醒地评估可能的风险，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够承受什么，不能承受什么，然后做你的决定。一个清醒的错误也比一个糊涂的正确更有尊严。我喝完了这杯茶，杯子轻轻地放下了，